备有消息，空客公司唯一的喷气支线产品 A220 出现了批次性的腐蚀问题。有报道说，腐蚀部位在机翼通往机身的整流罩附近。此外，一些座椅的固定底座也存在类似问题。空客 A220 原本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 CS100， 2013年首飞，2016年交付给了首个用户瑞士航空。2017年，在内忧外困之下，这个系列被庞巴迪公司以$1的价格卖给了空客，后来逐渐形成了现在的 A220-100 和 A220-300。空客 A220-300 比较成功，它最多载客160人，已经与 A319 相当。它的技术更加先进，机身更细长，也更省油，受到了更多的欢迎。A220-300 至今已经交付了300多架，连同 A220-100 在内，空客公司共获得了800多架的 A220 订单。仅美国达美航空一家，现在就有75架 A220 系列在运营，规模很大。在这个成绩的基础上，有人说空客公司准备推出拉长版的 A220-500。A220-500 最大载客数量将提升到200人，很多人相信它可以取代 A320， 成为新一代的主流干线客机。但是现在 A220 面临许多的问题，最大的悲剧是 GTF 发动机。GTF 是普惠公司的齿轮传动发动机，据称更加省油，更加耐用。但是由于前期的制作工艺不佳，耐磨程度不及预期，二级涡轮盘有破裂的风险。这种发动机现在给 A320neo 系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更加倒霉的是，为了节约成本压低价格，空客公司的 A220 系列现在只绑定了普惠发动机，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替代选项。这导致 A220 曾经大量停飞，一些客户例如伊拉克航空和波罗的海航空等损失比较大。A220 的 GTF 发动机问题让他损失了不少的订单，一些航空公司在犹豫之后选择了巴西航空工业的12届190、19512。全球民航喷气支线市场本来就不大，市场份额在干线客机和涡降支线客机的联合挤压下有缩小的趋势。如果再叠加腐蚀的影响， A220 的未来或许会更加难过。不过也有消息说，本次的腐蚀情况比较轻微，并不会影响结构安全，只要定期检查及时处理好的话，并不算大事儿。而且也不是很多的 A220 都发生了这个问题，现在只是有限的数量，范围并不大。其实之前一些干线客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根据厂商的服务通告做好检查处理完就好了。A220 喷气支线客机在全球范围内，除了达美航空之外，还有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运营着50架，美国的捷兰航空运营44架，法国航空运营41架。中国飞友比较容易见到的是大韩航空的 A220-300， 总共有10架。中国航司目前还没有 A220 客机，大家不用为此担心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